我们怎么拿掉明印？明印是来自于妄念下运作所发生的结果。拿掉明印唯一的方法就是禅定。明印是妄念中的东西，你要拿掉这个妄念，你不能在妄念中去创造检察官、审判官，那个叫一家人关着门鬼打架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没人成功过的。你要走到他上一层，你说我没有上一层，那你实在就没有去看佛陀写的东西。我们上一层，佛家叫自信，心理学家称 higher self， 或者一些神秘学家 higher self， 较高的我，那我叫做无意识。也许我们谈的还不一定是雷同，但是它是在妄念的上一层。当我们在禅定的时候，我们在观嘛，禅定中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。止就是静止。各位走进一个山谷中，无风，宁静，你看着水潭像明镜般吗？止，它安静了，风一吹，涟漪就飘动了，就打乱一池春水。所以我们的心能不能让山谷中水潭无风，宁静如明镜般，映照生命的真相，就宁静了。这个宁静的时候，我们底下还有一层，就叫无意识会升起来。佛家叫自信，也可以叫般若智慧，就升起来了。这样各位理解了吗？那你们千万不要静坐的时候升，快升，升了没呀？我怎么没感觉到你在升啊？那个状况，那又是妄念。要不动念，不造作，你会有一种感动，你对生命有新的觉知，你忽然之间你既宁静又安详，你身上的包袱啊变轻了，明印变少了，你恨的不恨了，你是非观念模糊掉了，见恶非恶，见善非善，举手捻足之间都是般若智慧，它就是上德。所以勉强去执行戒律，变成自我诅咒跟分裂，因为你做不到嘛。不是我不要做啊，你跟一个孩子说你要跳高，撑个2米，孩子说我不会跳，不会跳也要跳啊！你要修果位请跳，他说我跳不上去，办不到。各位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佛教徒好多好善良，你看那个佛教徒讲话温柔，一脸都是，我觉得我好喜欢我跟每次跟佛教徒我就在很快乐。可是它里面，当然，当你没有修到成佛、成菩萨的那个果位的时候，你是充满妄念，那是正常的。切莫把正常当错误。我不是说告诉你贪嗔痴慢疑是好的，我只告诉你，请不要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该诅咒的人变作是你自己，设审判法庭，天天晚上责怪自己的不是。你为什么痛苦？因为你责怪你自己啊。如果你认为你伟大，你会痛苦吗？像我自己都觉得我挺伟大的，所以我老婆总觉得说你自我关系良好，我总觉得说，我怎么会那么帅，那么有气质啊？当然事实上是不一定啦。
但是我跟我自我关系良好，我一点都不优秀，但是我接纳完整的我自己，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说请你明天更好。我知道我的潜意识作祟，我有嫉妒，我有愤怒，我有贪迷，但是我会把我的心有空的时候静心，我放下我的妄念，我让我的自信跟无意识跟般若智慧升起，久而久之呢，妄念会少一点，般若智慧多一点，你会发现戒律你自己会守，一点都不勉强。生命，我今天谈戒律不就是谈你们的生命吗？请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各位有没有设法去坐在镜子面前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5分钟不准动，盯好，你怕死了，你发现你最恐惧的是你自己。人竟然不能接纳的是自己，不敢面对的是自己。这个世界上，请找一个最爱你自己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完整的接纳，不管是不是有龅牙、断腿，不管是不是恶毒，不管是不是爱偷窃，请完整的接纳自己。但是看到光亮智慧的明天，我要走这条路，我决定了。我精进不退，我决定做一个佛教徒，我决定做个修行者、禅修者，我精进不退，我每一天为单位，我每一秒我都在看我自己，我不再责怪我自己了，我不批判，但是我可以观。我在观我的时候，妄念会渐渐消散，各位理解吗？所以我并不要求一步登天，我绝对不会谈我哪一年哪一天我要做菩萨，52个阶位我到第36个还是40几个到实地或者实性，这不是我的 point。 我要今天接纳我完整的自己，然后我知道妄念是促成我痛苦的动能，所以我要经常有空，我要止跟观。止就是让心宁静，安静一下吧，不要再摇手机了，不要每天那个下午茶这样子，大家都检查谁舌头长得比较快，两舌。我们在背后会批评别人吗？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在一起在讲别人的时候总是淋漓尽致？我们在背后如果要讲，请讲好话，为什么你要讲坏话呢？讲人家痔疮，讲人家不堪。所以老子就讲，滔滔不绝的都没知识，不讲话的比较聪明。好啊，我拉杂讲了非常多哈，以后有空我多讲一点禅定吧，好吗？其实我经常看到别人犯错，我都觉得他很好，但是我会教导他禅定。